晋王妃，你可有把握能赢得了他们呢？皇上，要听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是真话了。没把握。啊？那你还答应他们给5座城池？那陛下你能让4国偃旗息鼓，不再拿城池说事吗？轩辕龙他当然不能，这些人既然有备而来，又怎可能轻易放弃？罢了，她一个女子能为东离国争取到一丝机会已经很难得了。流萤国的大公主莫里斯率先站出来，那就由我流萤国先来出题吧。她拍了拍手，一个身着轻纱长须的老人就走了出来。老头手里拿着一个双色梯状物品走到殿中，神情自信道：只要你们东离国能将老朽手中的黑白2梯一分为2，就算是赢了。不过你们注意啊，解开的时候不能够破坏这个黑白2梯，必须要确保它的完好无损才算赢。男宰相上前接过一看，此物件内侧布满了许多长短不一的凹槽，若是不破坏根本就拿不出来。他拿在手中解了半天，最终只能皱着眉头递给下一个臣子。经过了好几人的手，最终还是没能解开。都说东离国人才济济，我看也不过如此嘛。就是，还是快点认输进行下一局吧，不要再浪费时辰了。轩辕锦这时走过去，把双色梯拿过来，皱着眉头试了好几遍，还是不得其法。苏沐雪瞧了一眼他手里的东西，这跟他在现代玩过的鲁班锁之一金银梯结构很相似。望了一眼朝堂上的人，好像大家对这东西都不熟悉，看来鲁班锁在这儿还是个新鲜物，所以没人识得。阿锦，给我玩玩。锦王妃，现在不是玩的时候啊。毕竟都解不出来，那我玩玩有何不可？苏沐雪说完，不再搭理那个大臣，从轩辕锦手中拿过双色梯，双手熟练地摆动起来。没用多长时间，众人都解不开的东西，在他手里几息就给解出来了。解开了！锦王妃竟然真的解开了！皇上，这一局我们赢了！哈哈哈哈！对，这局我们赢了。锦王妃首当其冲，重重有赏。这不可能！流萤国的青山老者也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幕，这可是他们祖上传下的双色梯呀，从来没有出过鲁家，连他作为鲁家人都用了好长时间才解开。那你检查检查，这个双色梯可有损坏？鲁大钱，你可观察仔细了。老者将双色梯拿过来，仔仔细细观察一番。苏沐雪毫不怀疑，若是此时有放大镜，这老头恨不得用放大镜检查。并无一丝损毁。啊，这怎么可能？莫里斯从他手中抓过2块梯子，亲自看了一遍，这才死心。双色梯果然一点事情都没有。大公主，这一局我们赢了。赢一局算什么？后面还有2局，别得意得太早了。莫里斯走到青山老者旁边，沉声命令他：鲁大钱，本公主命令你拿出最难的来对付他，这一局一定要赢，不然等回去我就让父王砍了你儿子的头，明白了吗？老朽明白，定当竭尽全力，不让锦王妃赢下一局，还望大公主放过犬子吧。鲁大钱把路兜子递到了莫里斯面前。大公主，这是我们鲁家传下来最难的鲁班锁，叫路兜子，至今还未有人解开过，相信锦王妃她一定解不了。这路兜子光看起来就复杂不已，而且每一根都严丝合缝，完全找不到从哪儿下手拆，不由得满意的点点头，朝着苏沐雪说道：锦王妃，先前让你侥幸赢了一局，这一局我不再手下留情了。哼，说的好像你刚才手下留情了一样，少说屁话。
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吧，姑奶奶我都接着。你去给这些人亮一亮相。鲁大钱带着路兜子给店中人看了一下，众人看完都倒吸一口凉气。先前那个双色梯已经够难了，但比起这个来却显得是小巫见大巫。这个东西除了砸坏根本就无解，你们拿一个无解的东西让我们拆，简直就是耍赖皮。你们解不开，那只能说你们东离国的人蠢，并不能说明这个路兜子他不能解。既然大公主这么说，看来你是个有本事的，那要不然你来解给大家看一看。现在是我出题考你们，你们东离国不会解就认输割让城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你给我吧，我能解。锦王妃，这可不是刚刚的双色梯，你确定你会解吗？不要等会儿解不开，那可真是丢了城池又丢人呐。我丢不丢人不关你的事，你只需要记得把5座城池准备好就行。毕竟3局2胜，我这局要是赢了，你可就输了。那就等你赢再说。苏沐雪也懒得再搭理他，把拿过的路兜子放在手里把玩了一下，发现这路兜子整体样子跟他玩过的木菠萝很相似，于是断定这上面有一根木条一定是钥匙。他把路兜子拿在手中不停地转动，上下左右寻找着钥匙。其他人眼睛紧紧盯着他的手，看着他用手指不停地在每一根木头上推拉压弹。莫里斯见时辰已经过去半炷香，而苏沐雪还没有找到解法，心中已经笃定他解不开了。锦王妃，不要再逞能了，就算你摸索到明日，照样解不开，还是快放弃吧，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苏沐雪手里不停，嘴上却不留情。你这女子上辈子是属麻雀的吗？叽叽喳喳这么吵。我看你能嘴硬到几时。莫里斯作为公主并不太会骂人，只得气愤地甩了甩手，退到一边。苏沐雪摸索了半天，终于找到一块稍微有点松动的木条，嘴角不禁微微勾起，就是它了。他用手尝试着把木条往后转了转，竟然很轻松就转动了，然后又把后面2根木条往右边滑动，与先前的钥匙并排在一起。这一操作让路兜子整体松动。没过多久，原本严丝合缝的路兜子被他取得4分5裂。莫里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个女人怎么可能解得开呀？我们鲁家祖辈传下来的路兜子从来没有人解开过，锦王妃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怎么才用1个时辰就解开了？大公主，你们输了，5座城池归东离国了。至于条件嘛，还没想好，到时候再找你们拿好了。莫里斯还没有说话，回过神来的东离国朝臣们立刻欢呼起来。锦王妃太厉害了，真的为我们东离国赢回了5座城池啊！大家这时都用崇拜的眼神望着他，喊锦王妃威武。轩辕锦望着眼前仿佛会发光的女子，心里满是抑制不住的激动，不顾眼前有人，走上前去紧紧地抱住她。沐雪，谢谢你，是你救了东离国和武城的百姓们。虽然莫里斯此时心中恨不得苏沐雪立马就死，可他心里也明白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将这女人如何，只能先暂时蛰伏下来，以后再做打算。至于5座城池，他是绝对不会给的，只要回了流营，就算耍赖，东离国也不能奈他何。大公主承让了。莫里斯气得脸色又是一变，轩辕龙却不再看他，而是问起其他人来。你们其他3国是什么项目啊？谁想要先来啊？魏一晨犹豫了一下，站出来说道：我贺宇国先来。不知贺宇国想比什么？魏一晨没有说话，只是招了招手，让人抬着一个古怪的东西进到大殿。等仆人把东西放下，他走过去打开盖子，对轩辕龙说道：陛下，此乃我贺宇国独有的黑白琴，
用它弹奏出来的音乐，比世上任何琴弹出来的都要好听。这东西真有那么神奇吗？哼，是不是真的好听，让我们乐师一试便知。说完，对自己身边一个瘦高男人点点头。那人立马坐到钢琴前，两只手在琴键上来回移动，一首欢快的曲子就响了起来。大家嘴里发出惊叹声，有个看起来颇有文采的大臣甚至赞叹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啊，真是仙乐啊。苏沐雪听得下巴差点掉下来，我操，什么时候两只老虎也变得这么高大上了？他都能称为仙乐之首，那自己会的月光曲、莫扎特这些岂不是天籁中的天籁？不过这鹤羽国怎么会有钢琴？莫非他们那儿也有穿越者？那为什么穿越者没有来呢？沐雪，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我知道，但是我们先不表现出来，看看这鹤羽国要搞什么鬼。见他这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轩辕锦心里有底了，于是也不再说话，静静地等魏一晨的下文。一曲终了，魏一晨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中缓缓开口：陛下，只要你们东离国的人能用此琴弹奏出2首比我国乐师更好的曲子，就算你们赢。众位爱卿，你们有谁敢上去弹奏一曲？大家此刻低着头，眼观鼻，鼻观心，没有一个人接枪，气得轩辕龙猛地拍了一下龙椅，大骂：哼，都是一群废物，平日里说的那是一套一套的，关键时刻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能顶事儿？这养你们这些人有何用？不如都拖出去砍了。皇上息怒啊，并非我等不愿意为君分忧，实在是没见过这样的琴啊。陛下，既然东离国无人敢上前弹奏此琴，那看来这次是我鹤羽国胜了，还请陛下兑现承诺的5座城池和一个条件的彩头吧。说完，开始挑选起自己早就瞄准好的地方。陛下，这5座城池我们就要峡口、飞云、涿平、浮云、太昌这5座城池就好了，毕竟他们离鹤羽国近，方便管理。这5座城池都是东离国的防御要塞边城，若是硬了，那就好比把自己所有软肋交给了鹤羽国。陛下，此事绝不能硬啊！怎么，东离国这是想言而无信吗？要知道人无信则不立，难道你们想出尔反尔，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如此一来，你们东离国以后将如何以德服天下？魏一晨见轩辕龙铁青着脸不说话，知道他这是不想给城池，又怕天下人耻笑，不禁开始用言语威胁起来。若是东离国想反悔，不将城池交出来，那我鹤羽的几10万大军也不是吃素的，倒是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拿回属于我们的城池。皇上，5座城池不能给，鹤羽国要打就打，臣赵云兰愿意出战，哪怕马革裹尸也无悔。臣等也愿意出战。我镜花国60万大军，我流萤国70万大军，我月见国50万大军，愿意为鹤羽国主持公道。4国几百万兵力逼着轩辕龙做出选择。魏一晨见东离国的君臣们被自己这一边逼迫得鸦雀无声，嘴角不禁得意扬起。还有那个要求，本太子已经想好，就用景王妃手里的。贵太子恐怕高兴得太早了。景王妃，你什么意思？莫非你还会弹奏黑白琴不成？我会不会？大家听听不就知道了。苏沐雪语气慵懒地说着，人却已经走到黑白琴旁边。他故意伸出手指在琴键上胡乱按了几下，一阵刺耳的声音响起，让大殿中的人都忍不住捂住耳朵，生怕被荼毒聋了。这也叫会弹，简直贻笑大方。秦王妃，你这不是乐曲，你这是噪音。就是，锦王妃，你还是不要逞强了。这鹤羽国的琴不是谁都能弹的，
高位上的轩辕龙原本还把希望寄托在苏沐雪身上，期待他能像战胜刘盈一样战胜鹤羽国。一听这刺耳的声音，顿时脸都绿了。晋王妃啊，并不是能把黑白琴拨出声音就是赢了，你还是……只是他话还没说完，苏沐雪突然双手抬起，纤纤玉指飞快在黑白剑上穿梭，一阵阵气势磅礴的声音从他指尖宣泄而出。这可比刚刚鹤羽国乐师弹奏的好听不知多少倍呀，完全就是碾压的姿态。这曲子节奏明快，竟然能让人从中感受到战后的重生。大殿中鸦雀无声，无人不为他弹奏出的乐曲而倾倒，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生怕惊扰这天籁之音。随着他的手指越弹越快，曲目也逐渐攀上高潮，最后随着手指重重落下，声音戛然而止。众人还都沉浸在美妙的音乐当中，久久无法回过神。直到啪啪的巴掌声响起，大家这才回过神，纷纷伸出手鼓掌。好，这才是真正的天籁之音啊！对，这才是真的。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刚刚鹤羽国的那曲子和这一比，简直就是一坨屎啊！就是，多亏了有锦王妃，才让这美妙的琴音为我们洗耳朵。可不是嘛！刚刚魏太子还说什么黑白琴是他们特有的，我看这钱落在他们鹤羽国，简直就是一种浪费。你怎么会弹黑白琴？你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个还用得着学吗？不是看一眼就会，伸手就会弹的吗？有什么难的？这不是真的，黑白琴那么难学，秦王妃你怎么可能一听就会的？不要岔开话题，你信不信对我来说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应该谈一谈这局我赢了的事情吗？对，这次是锦王妃赢了，鹤羽国的5座城池现在归我们东篱了。急什么？3局2胜，锦王妃这不是才赢了1局吗？还有2局，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可能因为前面输了1局的原因，乐师再次演奏时心中难免有些紧张，坐在琴凳上深呼吸了好几回，这才稳定心神开始演奏起来。苏沐雪从他的琴声中听出这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只是这曲子原本优美的旋律并没有给乐师弹奏出来，看来这个穿越者的琴艺也不怎么样，所以教出的徒弟也不咋地。而且他听鹤羽国弹奏的基本都是儿歌类，想来这个穿越者怕不是个幼师吧。琴师一曲终了，这才心怀忐忑地起身站到一边，把位置让给苏沐雪。锦王妃弹奏的最好，这一曲又是她赢了。对呀，同样的曲子，那个乐师弹奏的半点感情都没有，锦王妃弹的却是充满了爱。对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对啊，我虽然不懂音乐，但是我也喜欢锦王妃弹奏的曲子。轩辕龙也非常高兴，苏沐雪为东离国一连赢了2国，没有逼迫，他感觉自己通身都舒畅了，高兴地赏了许多金银珠宝给苏沐雪，又开始安排宴席，既是庆功又是招待4国。宴席一直持续到亥时1刻才散。道别群臣之后，苏沐雪和轩辕锦这才坐上了回府的马车。走到半路，突然马车颠簸一下。王爷王妃小心，有刺客。紧接着外面就传来刀剑相交的声音，还有剑矢在马车上发出铮铮的声音。
苏沐雪立马坐直身体，快速打开手上探测仪，发现偷袭人数还不少。若是用武功打起来太费时费力，直接从空间里拿出2支冲锋枪，一支丢给轩辕锦。你去解决左边的，我去解决右边的。两人说着飞出马车，朝着目标就是一顿哒哒的扫射。远些的刺客们见前面同伙已经没了，连忙慌乱地朝马车里的人射箭，想将他们乱箭射死。只是这些人好像刀枪不入似的，箭射在他们身上根本没有丝毫作用。难道这景王府的人全都练成了金钟罩铁布衫不成？刺客们惊骇不已，抖着声音说道。只是还没等他们想明白，就已经被冲锋枪打成了筛子。苏沐雪又用探测仪扫描了一遍，确定没有漏网之鱼，这才让侍卫们打扫战场。最后清点了一下，28名刺客一个都没少。锦王府受伤0，侍卫们个个喜笑颜开，这可是多亏了王爷王妃给的防弹衣呀。收拾完刺客，重新坐回马车，苏沐雪问自家男人：阿锦，你觉得这会是谁派来的刺客？不是刘盈，就是贺雨国。他们2国因为今日之事，一定是恨毒了你，所以才在出宫的路上埋伏，想杀了你出气。哼，这些小垃圾真是又菜又爱玩，还他妈的玩不起。若不是还要留着他们，好让你脱身去边关，我定要将他们全部留在驿站做肥料不可。若是你想杀了他们，那便杀吧。去边关的事情，咱们再另想办法也可以。哼，算了，暂时让他们先猖狂一会儿，留着还有用。你想做什么？他们4国不是很齐心吗？不知道在利益面前，他们还会不会这么齐心呢？你想让他们起内讧？对，到时候我们这样做。苏沐雪凑到男人耳边嘀咕了一阵，轩辕锦不由得露出一个微笑来。这计谋不错，沐雪，你这脑袋瓜子怎么就这么好使呢？没办法，天生的呗。经过此战，后面一路上倒是挺顺利的。两夫妻回到府里梳洗之后歇下不提。过了几日，轮到镜花国与月见国比赛时，苏沐雪没有再出头，东离国如预料之中一般的输了。既然你们2国赢了，我们东离国也不是不信守承诺的人，现在就将前几日赢了刘盈的5座城池和1个要求给镜花国，贺宇的城池就给月见国吧。至于你们想什么时候去收，那就你们4国自己协商吧。他的这番举动直接让4国傻眼了，搞了半天，合着东离国什么都不用付出，还一石二鸟的轻松瓦解了他们4国联盟。不行，我们需要的是从东离国自己挑选城池，而不是你们随意的给我们5座城池。这个要求我们不答应。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吗？还要由你自己挑？你们只有2个选择，要么自己去刘营拿着5座城池滚，要么什么都不要，直接给我离开东离国，否则就是死。锦王妃，成王败寇，你们输了，这城池自然由我们赢的来挑，你没有反对的资格。哼，你们若是不按我们的要求来，我定会叫我的父皇举兵进攻东离国。尹真天流话还没讲完，就被苏沐雪一枪崩穿了脑袋，然后死不瞑目地倒在4国人面前。大殿中的人全部被吓得鸦雀无声。忘了告诉你们，我苏沐雪此生最讨厌别人威胁，有人敢踩这底线，我就情不自禁想杀人。三皇子！东方玉反应过来，立马带着镜花国的人奔过去，想要扶起尹真天流。徒劳的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发现早就已经断了气。锦王妃，你竟然敢杀了我们的人，难道就不怕我们镜花国的几10万大军吗？哼，想来只管来，我若眨一下眼，就不是苏沐雪。你简直欺人太甚，杀了我们的三皇子，我不会就这么罢休的。锦王妃，够了！轩辕龙见苏沐雪还想杀东方玉，连忙出声阻止。苏沐雪只是轻微抬头看了他一眼，轩辕龙顿时脸色一僵，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
若是苏沐雪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给他面子，他这帝王的尊严可就保不住了。好在苏沐雪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还是收起了枪，这让轩辕龙心里不由得松了口气，向苏沐雪投去感激的一瞥。苏沐雪又神情平静地望向越建国的艾丽都，让你们接贺宇国的5座城池，还有意见吗？景王妃安排的合情合理，本皇子半点异议都没有。艾丽都说完，还看了轩辕锦一眼，眼神里很是复杂，既有幸灾乐祸，又有几分同情。难怪轩辕锦惧内，他要是摊上这么一个凶残的王妃，他也惧呀。轩辕锦察觉到他古怪的视线，不由得疑惑地挑了挑眉，这个艾丽都什么表情？为什么这么看着他？想到苏沐雪手里那强大的武器，只想早点回国报告国君的几人根本没有心思再在东篱待下去，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匆匆离开了。他们离开的那天，苏沐雪就知道自己跟轩辕锦离开京城去边关的日子不远了。果然4国回去没有多久，镜花国就以苏沐雪枪杀他们3皇子为由，集结了几10万军压境，要求东离国的人交出苏沐雪这个凶手。为了增加威慑力，他们还派人去刘盈国游说。2国号称80万大军齐齐在东离国国境集结，场面恢宏浩大，战争一触即发。消息800里加急传回朝中。晋王，你怎么看？回皇上，臣主战。陈阁老沉着脸，怒气冲冲道：晋王，你不能因为锦王妃一人就这样置百姓和边关的将士生命于不顾啊！你这样和杀人有何区别？那我王妃难道不是人吗？你主张将她交给镜花国，那不也是杀人？那怎能一样？俗语讲，生命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之说，牺牲锦王妃一人，便可以保全东离国将士和百姓免受战乱之苦，这是为了大局呀。况且这事儿本就是锦王妃自己惹出来的祸，若不是他性子冲动杀了镜花国的3皇子，又哪里会有如今大军逼近的祸事发生啊？我等要求将他送出去，平息镜花国皇帝的怒火，此乃天经地义之事。好一个为了大局，好一个天经地义，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也摆脱不了你陈阁老和主和派是龌龊小人的事实。我王妃她以一己之力，单经竭力保下东离国5城，不落入敌国之手。这才刚刚过去几日，你们就要卸磨杀驴，想让他去送死。这等小人做派，与畜生有何异？亏你们还自诩什么清贵名臣，还真是不怕天下人耻笑啊！轩辕锦一番话说的主和派面色铁青，却哑口无言。轩辕锦对完主和派就不再搭理他们，转向面对轩辕龙，语气坚决道：皇上，臣愿意带兵前往边关，誓死抵御镜花和刘盈大军。皇上，臣也愿意前往边关，协助战王共同抵御镜花、刘盈2国。赵云兰也站出来大声说道。轩辕龙闻言坐在龙椅上不吭声，谁也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既然如此，朕准了。但是晋王啊，如今是边关不宁，为了东离国着想，朕只能抽出5万兵马给你。若是打输了，就军阀处置。5万呐，敌军80万，这根本就是想要锦王爷有去无回。轩辕龙当然也知道自己做的这事儿过分，但苏沐雪毁了他联合诸国讨伐长留派的计划，他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必须要给他一个惩罚才是。九皇帝啊，不是为兄不想给你更多的兵力，只是咱们本来兵力有限，
又是多事之秋啊！若是拨太多给你，那其他的关口该由何人来守啊？又有谁来保卫百姓的安宁呢？况且此事也确实是锦王妃引起的，若是因他而赔上众多无辜将士的鲜血，这对他们来讲也不公平啊！届时朕该如何向他们的家人交代呀？如何向天下人交代呀？九皇帝啊，你一向明事理，应该会理解为兄的，是吧？轩辕锦看了眼道貌岸然的无耻帝王，心中暗暗冷笑，面上却一脸的平静。臣弟自然是体谅皇兄，5万军就5万军吧。不过我曾经带领的秦霄军要算在这里面。朝中上下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轩辕锦，都觉得他为一个女人简直是疯了，竟然敢妄想带着5万人马去和80万敌军相斗。虽然秦霄军是很厉害，但自从轩辕锦中毒卸下军权之后，秦霄军就慢慢沉寂下去，如今也不知还有多少人。而且这次敌我双方兵力悬殊这么大，就算他们有3头6臂，也根本斗不过那么多人。赵将军，我此去危险重重，可以说是九死无生。你若是不想去，现在可以退出。赵云兰顿了一下，咬了咬牙。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既说了要与王爷同去边关，就绝不会食言。多谢赵将军。见轩辕锦这个眼中钉竟然真的答应只带5万兵去迎敌，轩辕龙心中一阵高兴。虽然不能马上攻打长留派，但是能借镜花国之手，除了这个内患也是不错的。当然，若是他们能打个2败俱伤更好。当苏沐雪听说轩辕龙竟然只给5万兵，却还要求轩辕锦打胜仗，不然就军法处置的消息，简直要气笑了。这个皇帝老儿还真是猪八戒娶媳妇儿，整天净想美事呢。既然他不仁，那就不要怪自己不义。看来是时候去把寄存在他那儿的东西拿回来了。苏沐雪进入空间，询问008有没有那种残次品的手枪。回主人，刚好有一批淘汰下来的残次品，没有准头不说，还时常会炸膛伤到自己人，根本不能用，所以准备要销毁的。小八不用销毁，这批货我要3万只。好的，主人，我现在就上架。没一会儿，界面上就出现了残次品手枪的兑换键，随着手枪出现，还有残次品子弹的兑换键，上面标注这些子弹时常哑火卡壳。很好，正是他要的。苏沐雪毫不犹豫地点击兑换。这些残次品根本就不值钱，这么多东西下来还不到50两银子，简直就是白菜价。苏沐雪当即按当初给轩辕龙订货的数量，把子弹和手枪都兑换了。出了空间，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问：小七，你能感应到轩辕龙有没有使用手枪？那能不能感应到他把手枪放在哪里了？当然能啊，姐姐，我可是器灵，是由空间里的武器灵力化身而来，所以与他们之间会有感应的。哼，那可真是太好了，都不用我再浪费时间去找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去皇帝的武器库玩一玩吧。听到他俩去干大事，轩辕锦肯定是要跟随的。临去边关的头一夜，两人一灵就直奔皇宫而去。来到戒备森严的武器库，苏沐雪撒了一把迷药，将守卫迷晕，进到武器库里面，将好的枪支弹药全部换成了残次品，还不解气，又跑去内务府，把所有国库的值钱东西都给搬空之后，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走到半路，看见陈阁老的宅子，想起今日就是这老头极力主张送自己去死，苏沐雪脚下一顿，干脆拐了个弯，直往陈府奔去。将陈阁老家除了搬不走的4面墙之外，其他能拿走的全部收入囊中搬走，最后还给老头扎了一针，让他此生再也不能说话，也不能走路，只能躺在床上等死。苏沐雪他们离开京城的当天，内务府就发现被盗了。轩辕龙听说宫中进贼，顿时勃然大怒，不过最担心的还是自己的武器库，连忙亲自去查看。
进来之后看到所有东西都在，这才松了口气，命令整个皇宫禁言，然后让大理寺仔细查询是何人如此大胆。可几日过去，大理寺却连半点都查不出是何人所为。听到有人说阁老府也被盗了，于是派人去询问什么情况。去阁老府的人回来传话，说陈家怀疑这事是锦王妃做的，而且陈阁老还得了伪证，说不出话也动不了身，也怀疑是锦王妃搞的鬼。轩辕龙将信将疑，准备派人去锦王府查问，结果没想到王府的管家也去报了案，说不知道谁竟趁他家主子去边关抵御敌人时把王府搬空了。那个叫福伯的小老头坐在大街上，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嘴里还不停地絮絮叨叨的，把围观的人看得心里尽是心酸又是气愤，纷纷大骂到底是谁要这么对锦王府，这么对他们的英雄。人家去前线英勇杀敌，这些人竟然在后面把他们家的钱财全搬空了，这不是逼着人家上上下下一府人饿死吗？大家想到这次锦王去往边关，皇上才给5万兵力这事儿，都在心中暗暗猜测，这件事肯定就是圣上干的，目的就是想置锦王爷和他家人于死地。一时之间谣言四起，都在说轩辕龙这个皇帝卸磨杀驴，不仁不义，不止只给5万兵马给锦王夫妇，让他们去送死，还指使人偷了锦王府的钱财，想饿死府里的人。轩辕锦率领秦霄军奉旨前来增援阳城关，见到是自己人，哨兵这才松了口气，连忙吩咐人打开城门，把他们迎进去。随着吱呀一声响起，厚重的城门缓缓打开。阳城关临时守备刘季率将士们参见锦王爷。大家不必如此多礼。锦王爷，您与将士们日夜兼程都疲倦了，还是先去随下官歇息吧。也好。刘季让人领着将士们去兵营，自己亲自把轩辕锦和苏沐雪领去守备府。苏沐雪打量一下城内，可能是因为打仗的关系，一路上行人稀少，百姓们衣着破旧，神情麻木，像一具具会移动的尸体。他们住的房子也是破破烂烂，比起苏沐雪原身当初在丞相府住的地方还要差。苏沐雪一路走一路看，没多久就看到了所谓的守备府。抬头扫了一眼，这里其实也就比普通百姓的宅子更大一点而已，看起来同样是破破烂烂的，有些地方甚至都已经开始塌了。走进守备府，一个身着朴素的妇人带着几个孩子早已站在门口迎接。看到他们过来，妇人连忙带着孩子迎了上来。刘季连忙介绍：锦娘，这是从京里来的锦王爷锦王妃，快快行礼，不得怠慢。王氏拜见锦王爷锦王妃。这是下官的发妻王氏金娘，她也跟着下官生活在边关10几载了，没见过什么世面，若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望2位见谅。刘大人客气，是我与卓京打扰了你们才对，以后我们是要同舟共济的人，就不必这么拘谨。轩辕锦虚扶了一把，苏沐雪也扶起王氏，对他露出一个善意的微笑。刘季夫妇见他俩虽然地位高，却没什么架子，心里这才松了口气，脸上的笑也真诚了几分。3个孩子站在一边，好奇地打量着轩辕锦和苏沐雪这2个从京中来的贵人。你们3个小崽子，还不快快给王爷王妃行礼！2个男孩听到父亲的话，立马跪下磕头，最小的姑娘也跟着有样学样，学得哥哥们跪下问好。都别跪了，快起来吧。苏沐雪连忙伸出手将孩子们拉起来问：刘大人，这3个都是你的孩子呀，长得真可爱。是的，王妃。刘季指着3个孩子中高的那个开始介绍：这个是下官的长子刘子义，今年9岁，这是次子刘子涵，今年7岁，这是下官长女刘雅贤，今年5岁了。不错不错，现在可有在习什么书？苏沐雪为了化解一家人的拘束，开始拉家常。说起这事儿，刘季就忍不住叹了口气：原先子义子涵跟着一个落地秀才识得一些字，只是如今边关战事一起，许多有点财力的人都走了，如今留下来的人都是些穷苦百姓，读书一事
自然也就落下了。王金娘见轩辕夫妇面色有些沉重，生怕相公说话得罪贵人，连忙提醒道：相公，王爷王妃他们应该都累了，还是先回屋歇息吧。看我光顾着说话了，王爷王妃里面请。刘家夫妇把两人安排在一处宅院。苏沐雪进了屋子，发现屋子虽然破旧，但打扫得很干净。想来他们刚刚进城的时候，刘守备就已经让人回守备府报信收拾院子了吧。这边苦寒，宅子简陋，还请锦王妃不要嫌弃。刘夫人客气，此处宅子已经极好，怎会嫌弃？这段时间赶路确实辛苦，苏沐雪说了会儿话就感觉很累，干脆上床休息。起来时外面天色已经黑了，兰儿见主子醒了，连忙打来洗脸水让他洗漱。苏沐雪一边洗漱一边问：王爷呢？王爷上午就出门了，不过他说留守备宴客，会回来和你一起去。苏沐雪闻言没再多说，洗完脸之后又开始梳理起睡得有些凌乱的头发。刚刚收拾好，就听见轩辕锦问守在门外的墨画：王妃醒了吗？阿锦，还习惯吗？还行。你没休息去哪里了？你不是说要找宅子吗？我看了几处，感觉有一处还可以，你要不要去看一看？不用，你若觉得好就直接定下来吧。那行吧，我明日就下定，等整理一下就可以入住了。两人说了一会儿话，这时王氏已经过来请了，两夫妻这才并肩出门去赴宴。苏沐雪到了才知道，所谓的宴席其实连家常菜都不如，一盆不知道加了一些什么菜干的肉，一碟花生米，还有2碟苏沐雪没有见过的青菜和一坛子烧刀子酒。几个将领模样的人坐在桌前等待，看到他俩过来，众人连忙站起身迎接。刘家夫妇发现苏沐雪的眼睛扫了一下桌上的菜，顿时有些不好意思，生怕他俩吃不惯。家里只有这些东西，王爷王妃你们不要嫌弃。刘大人说的哪里话，我也是在边关待过的人，能有这些已经很丰盛了。苏沐雪也点头表示认同。他知道在这炮火连天的边关，物品紧缺，物价飞涨，而且还不一定能买得到。守备府能拿出这样的饭菜招待他们，估计已经绞尽脑汁，又怎么可能会生气呢？席间，刘季开始为轩辕锦介绍今天来赴宴的边关将士。除了刘季这个临时守备外，其中有一个是校尉薛宇，一个是都尉孙大头，还有2个，一个是参将侯建军，一个是百夫长周开瑜。这几个人见到轩辕锦这个曾经的战神，心里是既兴奋又紧张。锦王爷，您能够来增援真是太好了，咱们阳城关终于有救了。对了，不知您这次带了多少人马过来？5万。5万？锦王爷，您这5万是打头军吧？朝廷有说什么时候再增派人手过来吗？其他4人也立马用充满希望的眼光望着轩辕锦，希望刘季猜测的是真的。只有我这5万军马，朝廷不会再派人来了。朝廷才给5万兵马，咱们面对的可是80万大军呐！锦王爷，他们这不是明摆着让您过来送死吗？轩辕锦沉默了一会儿，淡淡的说道：如今你们已经知晓，朝廷是不会再派人过来的。想用这么少的兵力对付80万敌军，过程中会有多艰辛，你们是知道的。我给你们3天时间考虑，谁若是想要离开，我轩辕锦绝不阻拦。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3天之后若是谁再想离开，那就别怪我用军法处置了。苏沐雪在旁边静静地看着，都以为他们会选择离开时，谁知刘季这时却抬头，眼神坚毅地望着轩辕锦。锦王爷，您作为尊贵的王爷，明知是死都义无反顾地过来，我刘季也不是怂蛋，此生誓与阳城关共存亡。只是希望王爷能给我2日时间，让我把孩子和夫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去。相公，让孩子们离开就好，我虽是妇道人家，但也不愿意苟且偷生。
誓死与杨城关共存亡。他娘的，老子一人吃饱，全家人都不饿。俺也不走了，到时候多杀几个进化国的鼠辈，杀一个够本，杀2个有赚。对，我们也不走。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是早与晚罢了。与其当个逃兵窝窝囊囊的死，不如在战场上轰轰烈烈的拼一场。对，就跟他们进化国和流萤国的杂碎们拼了，让他们知道我东离国的军人可不是孬种。5位都是我东离国的好男儿，这碗酒我敬你们。以后咱们齐心协力，共同对抗强敌，护我大好山河。6只酒碗重重地碰在一起，碗中的酒随着重力荡在彼此的碗中，就像从此刻一起大家紧密连在一起的命运。干了酒，刘季面色通红，对轩辕锦说道：王爷，如今您来了，以后做阳城关的主事就由你来。我这临时的守备责任已了，也该回去做我的中郎将了。不，这守备的位置还是由你来做，往后如何让阳城关复兴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刘季有心在推辞，毕竟他当初接下阳城关守备一职是被逼无奈，如今锦王来了，肯定得选更有能力的人来担任，或者锦王亲自胜任也好。刘大人，你能在危难之中把一盘散沙的阳城关凝聚起来，支撑到现在，说明你是有这个管理能力的。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抵御敌国，保护阳城关，没有那么多精力来管理。若是交给其他不懂管理的人，只怕又会弄得乱七八糟，让我分心。为了大家以后能够安居乐业，这事还得要你来才行。轩辕锦话也说到这个份上，刘季也不能再推辞了。下官定会好好管理，不会辜负王爷所嘱。说完刘季的事情，轩辕锦又跟几人讨论了一下如何布置防守的问题。男人们的酒局一般没那么容易散。苏沐雪和王氏吃完饭各自回房休息，直到子时4刻，轩辕锦才回屋。这时的苏沐雪还没睡，看到他回来，脸上有些醉意，就起身倒了杯水递到他手里。谢谢娘子。要帮你弄一点咸酒汤吗？不用，我没醉，你先去休息吧。苏沐雪撇嘴暗暗吐槽，一般醉了的人都会说自己没醉，不过看他也确实没有醉得很厉害，只是有点微醺，也就没再管他，径直上床盖上被子睡觉。轩辕锦把杯子里的水喝完，洗漱一番上床，搂着香喷喷的娘子。你过去一点，别搂那么近。你还没睡着呢。白日睡太多了，现在有一些睡不着。你跟这几人接触了这么长时间，是在考察他们吗？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啊。那你考察的怎么样？觉得这几人如何？感觉还行。刘季这个人性格沉稳，做事有条理，而且性格正直，适合做管理。还有那个薛宇。轩辕锦将几人性格、应该做什么职位都跟苏沐雪说了一遍。你的意思是想把这几个人提拔起来，让他们都官升一级？你是想把这带来的5万军中那些有2心的将领换掉，对吧？是的，毕竟我们只有这几万兵力，若是还把那些人留在军中，以后难免会拖后腿，不如趁早把他们清除出去，以绝后患。那你想找什么理由把他们撤掉？若是没有名目就撤人，只怕会引起士兵们动乱。放心吧，我早已有计划，就等合适的机会和接替人了。苏沐雪见他有自己的打算，也就没再多说，转而聊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两夫妇闲聊大概1个时辰，相拥睡去。翌日一大早，轩辕锦就出门忙事情去了。苏沐雪起床梳洗完，吃过早餐，就跟着王氏出门去逛街。苏沐雪一路走来，看到的百姓大部分都是衣衫褴褛，瘦骨嶙峋，感觉走路都没什么力气一样。金娘姐，这些百姓怎么都这么瘦？苏沐雪向新交的朋友王氏打听，王金娘叹了口气说道：唉，沐雪呀，你才从京城过来，不知道这儿的情况。这些年边关本来就多旱，种下的粮食收成不好，
如今又因为镜花国跟刘营大军压境，商家和商贩们都跑了，这些百姓没了做工的地方，只靠自己家那点粮食根本就填不饱肚子，如何能不瘦呢？王氏看着这些可怜的百姓，心里也并不好受，可他也没办法，毕竟朝廷许久没有发军饷了，守备府在他们接手的时候早就被搬空，没有余粮和银子，他们家也是勒紧裤腰带在过日子，实在是没有能力再帮别人。金娘姐，这里有多少百姓？以前日子好些的时候，多的时候能达到1万来人，现在嘛，应该不超过1000人了。暮雪，你问这个做什么？苏暮雪没有回答他，而是让他领着自己去周围种庄稼的地里转转。王金娘虽然不知道苏暮雪要做什么，但是对这个王妃提出的要求也没有拒绝，当即带着她去地里转了一圈。到了田里，苏暮雪先是看了看土地，又蹲下来仔细观察一下土壤的情况，又问过王金娘，知道这里的百姓种的大部分是小麦和稻米，心中顿时有了主意。金娘姐，我刚刚看了一下，你们这个地方的气候太干旱，不太适合水稻和小麦的生长，若是改种红薯和土豆还有高粱一类的植物，收成会好上许多。没想到暮雪你作为王妃竟然还懂这些农务的。我这个人平时无事喜欢看杂书，所以对这些东西略有了解。暮雪你也太厉害了，不过你说的红薯和高粱我倒是有听说过，但这个土豆却不曾听过。土豆是一种植物，可以当主食，也可以做菜吃，而且土豆的产量很高，咱们百姓若是现在种它，年底就能收获，明年这个时候应该就能实现大家都不饿肚子的计划了。暮雪，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这土豆若是种好了，240步田也能收个2000斤左右，产量可能比红薯还要高。他这其实还是保守说法，若是更好的田产量会更高，但是苏暮雪不想一下子把数量说得太高，毕竟时代不一样，免得期望太高，到时候达不到失望就大了。暮雪啊，这个土豆种子去哪里能买得到啊？你明日把百姓们集中询问一下意见，若是他们愿意，我来想办法提供种子。不过先说好，他们在收土豆的时候要按产量给我30%。金娘姐，你看这样可行？倒不是苏暮雪不愿意给大家免费种，而是生米恩，斗米仇，他要是白给，怕到时候反而引起别人的贪念就不好了。哎呦，这何止行啊，简直太行了，我明日就去办。王金娘听得连连点头，按产量的30%，可比以前那些大官们只按步收取好太多了。王金娘向来是个风风火火的性子，这天大的好事，她恨不得立马告诉相公。好不容易熬到回家，看到刘季，就立马将今天苏暮雪说的事情告诉了他。你说的可是真的？晋王妃真能找来改变百姓饿肚子的食物种子？要是有了这种食物，那这阳城关不只是百姓，就连军营的将士们也不用再受那些贪官控制。像如今这般在战场上拼死对敌，下了战场却连肚子都填不饱。相公，那我明日一早就去组织留下的百姓们。必须去，我与你一起去。可是你明日不是要把孩子们送走吗？要不然你去送孩子，这事儿我来就行了。闭上眼睛装着睡觉的刘子义年纪比较大，知道爹娘想把他们3兄妹送到后方的城镇去，当即睁开眼睛祈求。爹爹娘亲，别把我们送走，我们就留在这儿不走。叶儿，如今边关情况严峻，你带着弟弟妹妹先去栖霞镇住一段时日，等着这里稳定下来，爹爹立马就去接你们回来。不，爹爹，儿子学过一句话，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乎？若是这阳城关破了，栖霞镇又如何能安全？到时到处都是难民，没有了年和娘的庇护，儿子跟弟弟妹妹们又如何能生存？还不如咱们一家无论生死都在一处来得好。王金娘一想到孩子们没有大人庇护，任人宰割的场景，顿时心如刀割。孩子他爹呀，叶儿说的对，不如就别把他们送走了，
咱们一家人活在一处，死也死在一处吧。罢了，那就都留下吧。母子二人听到他的回答，含着眼泪笑开了。刘季收起眼中泪水，催促妻子：快点睡觉吧，明日还有事情要做。苏沐雪这边，他把自己的想法跟轩辕锦讲了，听到他能帮助边关百姓自给自足，轩辕锦心里是无比的高兴。沐雪，你这个什么土豆真的能填饱肚子吗？当然，我已经让兰儿煮了一些，你也尝尝看。苏沐雪从桌上的土豆盆里拿出一个，撸了皮递给男人。轩辕锦伸手接过，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咬了一口，顿感软糯香甜，跟米饭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他才吃完一个，饱腹感就上来了，若是吃上2、3个，那完全就能顶饱啊。沐雪，这个土豆种能多买就多买，以后我打算让军营的士兵们在无战事时也开荒种些土豆充饥。军营的士兵不是有朝廷发的军饷吗？我今日去了趟军营，了解到军饷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发了，士兵们每天饿着肚子守边关，饿得连唯一几匹战马都杀来充饥了。这也是为何镜花国跟流营才发动几场小规模战争，阳城关却损失上万人的原因。苏沐雪原本还以为只有百姓穷，没想到连军队都穷成这样，心中直冒火。这轩辕龙真是个昏君，整日在京城里歌舞升平，酒池肉林，却不舍得给官兵的将士吃饱饭，这样让他们哪里有力气抵御敌人？他还没有混到那个程度，不至于不发军饷，应该是被人贪墨了。这些贪官为了自己私欲，竟然不顾国家安危，真是该杀。总有一天会找他们清算的，只是如今不是追究这些人的时候，现在首要的难关是如何解决这几万人的温饱问题。轩辕锦也痛恨贪官，可他眼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解决，那就是该如何养活这几万兵的问题。他们这次带来的粮草顶多能撑半个月，若是这次抵抗住了镜花和流营国的进攻，以皇兄对他的忌惮，绝对不会再给他们提供任何粮草。沐雪，若是我猜的没错，等朝廷看到咱们真的击退镜花和流营后，就绝对不会再给阳城关发军饷，而是要我们自生自灭了。你说的很有道理，以皇帝老儿那阴险的德行，还真能做出来这样的事情。不过他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只要有我在，这些根本都不是事儿。他搬空了国库，还有好几家大官的库房，空间里现在有的是金银珠宝，想买多少粮食就买多少粮食，而且空间里面也有田地，随时可以种东西。加上他现在要教边关百姓种地自给自足，皇帝老儿那些粮草算个屁呀，他真是半点都不稀罕。不过眼前最主要的一条，那就是轩辕锦是不是确定不回京城了。阿锦，你确定不回去了吗？不回了，皇兄一直忌惮我，怕我抢他的皇位，与其回去被他防来防去，还不如在边关来的自在。以后我打算就在这阳城关立足，保卫我东里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那他若是用12道金牌逼迫你回去呢？苏沐雪想起历史上的岳飞，不就是被朝廷用12道金牌逼到不得不班师回朝吗？他要弄清楚，在这种关头，轩辕锦是不是也是这么愚忠的人。若真的是，说实话，他会很失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你就不怕别人说你造反？别人如何说，那就让他说好了，我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从打算来边关，他就决定了，只要皇兄不过分，不来招惹自己在乎的人，他可以此生镇守在边关，永不回京城。若是他再苦苦相逼，非要置自己和沐雪于死地，那就算反了又如何？乡亲们，这位就是从京里赶来保护我们边关子民的锦王妃，她要给我们提供一种叫土豆的新食物种子。王妃说，种这种土豆，只要咱们人勤劳，240步的土地大概就可以收获1两千斤左右的土豆呢。他这话一落，周围一片死寂。百姓听到这儿，心里讽刺地想，果然又是让他们花钱买种子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一道有气无力的声音响起：“请饶过我们吧，我们没银子买种子了。”此话一出，其他人也跟着附和：“官家娘子，你们行行好啊，就饶过我们吧，我们真没银子买这个什么豆的种子了。”苏沐雪一头雾水，望着王金娘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唉，说来说去，都是以前那些经理来的监官们造的孽呀。他们王氏把那些贪官们来边关，巧立收费名目的事儿，一一说给苏沐雪听。沐雪呀，百姓们都是被贪官们坑怕了，并不是针对你的，希望你别放在心上。金娘姐，你多虑了，我就算是要生气，也是生那些贪官的气，这些百姓都是无辜的，我生他们的气干什么？说完转头望着眼神里还带着乞求的百姓们说道：“乡亲们放心，我这种子不收你们银子，只要谁愿意种都可以来我这里领种子，我还会教你们怎么种这个土豆。”一个百姓听完他的话，有些不敢相信，迟疑地问：“你真的不收银子？”“不收。”“那你图什么呀？”说的是。百姓眼里警惕并未散去，他们才不相信天下哪有帮了人不求回报的官。苏沐雪知道，要是他说什么都不图，这些人肯定不会相信，于是把昨天跟王金娘说的话又说了一遍：“我只要你们在收土豆的时候把总产量的30%给我就行。”真的只是总产量的30%，而不是种了地不管收成好不好都按赏来给30%？大家放心，我只按总产量来收30%，而且不会再有其他费用。他的话音刚落，百姓们顿时激动起来，一扫先前的颓废，开始七嘴八舌。看来这次来的是好官啊，咱们不用怕饿死了。对呀，官家娘子说240步就能收获1两千斤土豆，我的乖乖，只要节约些，这可是够咱们一家4口吃上大半年的口粮了。可不是嘛，若是种上个几百亩的地，那咱们1年不就有吃不完的食物了？这个土豆是什么食物啊？怎么能有这么高产？这个土豆真的能吃吗？有人高兴过后，又开始担忧起来。当然能吃了，锦王和锦王妃这次过来边关，就让人带了土豆做大军的口粮，近日还特别从将士们口中省出一些，做熟了带过来让大家尝尝呢。百姓们听到锦王跟锦王妃竟然从将士口中省出粮食给自己吃，顿时感动到跪地拜谢。谢谢锦王，谢谢锦王妃，你们都是好人呐！是啊。苏沐雪连忙抬手让大家起来，让人把煮熟的土豆抬出来分给百姓们。原本他还以为会有人借机闹事哄抢，特意找了几个侍卫过来维持秩序，没想到这些百姓竟然都很自觉地排队，来到他们面前，拿到一个土豆道完谢就自觉离开，把位置让给下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多抢多占的。这不由让苏沐雪对他们更高看一眼，觉得自己做出帮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苏沐雪拿出来的土豆都是经过改良的，个儿大皮薄，一个吃下去，百姓们都感觉肚子没那么空了，眼里顿时浮现出惊喜的光芒。王妃，我愿意种土豆。愿意种的人尽快去那边登记要种多少地，明日来守备府领种子。现在刚好可以再种一批秋土豆，等11月、12月的时候就可以收了。听到现在就可以种，大家踊跃地跑过去登记。玄儿忙活了1个时辰，才把所有人需求登记完。苏沐雪让人把没有发完的熟土豆全都发给百姓，这才跟王金娘一起回了家。回到院子，轩辕锦已经到家换完衣服，看到女人进门，体贴地倒了一杯水给她。怎么样，很累吧？有兰儿还有金娘姐和玄儿他们帮忙，我倒是没什么累的，就是听金娘姐说那狗监军欺负百姓的事情，真是气死我了。若是他在我面前，我非一枪崩了他不可。放心，会有机会收拾那狗监军的。只要他们把这2个敌国拖住，
朝廷肯定要派监军过来的，不过留不留就是他说了算了。接下来的日子，两夫妻一人忙着行军布阵，修补防御城墙，防着晋花国和刘盈国的突然进攻；一个人忙着教百姓种土豆，好早日实现自给自足。这样的日子原本以为还能过一段时间，没想到战争还是来了。晋花国和刘盈的将领带着20万的兵马伫立在阳城关城墙外，叫嚣着不投降就要踏平阳城关。晋王爷，我知道你很厉害，可你们区5万兵马怎能抵挡我这20万大军？不如你们归降晋花国，我回去禀报君主，让他封你做个铁帽子王，如何？废话太多。说完，双手利落搭箭，凌厉的长剑带着骇人的气势朝川离宇直射而去。攻城！等候发令的士兵如同潮水一般朝城门口涌来。放箭！轩辕锦一声令下，率先拉弓射死了跑在最前面的士兵，其他人也不甘落后的射起箭来。顿时城墙上像下箭雨一般，数不尽的长箭把想要攻城的敌人射成了刺猬。苏沐雪就是在这个时候登上城墙的，看了一眼地上被射得像刺猬一样的敌人尸体和一批批间隔挺开手持盾牌和长矛的敌军正朝这边冲过来，顿时明白了对方的意图。看来对方将领这是想打消耗战，他们料定城里将士不多，箭雨自然也不会很多，所以派敢死队前来消耗城里士兵的箭，到时候他们后面的人攻城就容易多了。阿锦，一会儿你……轩辕锦点了点头。我知道了，你注意安全。苏沐雪比了个 OK 的手势，然后对玄策喊：你跟我走。玄策看了眼自家主子，轩辕锦朝他点点头，保护好王妃。遵命。苏沐雪带着玄策来到城门后边，拿出一挺机关枪给他。一会儿我说打你就打，明白了吗？明白了，王妃。玄策利落地接过机关枪，这个他学过，所以也不手生，照着苏沐雪的样子架在城门前几日前新挖的枪孔外，然后静静地趴在地上等待敌人靠近。城墙上的轩辕锦听到下面苏沐雪吹出的哨子，立马叫人暂停射箭。敌人果然上当，川离宇脸上浮现出大喜的表情。他们手里没箭了，攻城！喊声震天，众将士们在城墙上望着像蝗虫一样袭来的敌人，心中万分焦急，不明白将军为什么突然喊停。孙大头性子比较急，直接开口问：将军，为什么不射箭呢？一会儿城门会被攻破的。放心，他们攻不了的。你们盯着城墙，不要让敌人从城墙上摸上来便是。众人无可奈何，只得听令，放下心中焦急，专心对付起要用云梯攻城的敌人。城门的人见这边竟然没有防守，心中顿时大喜，看来今日头功他们抢定了。领头的攻城队长指挥手下：快点攻破城门，今晚我们要做第一个攻进阳城关的人。说完一马当先往前冲。城内望着蜂拥而来的敌人，苏沐雪眼里闪过一丝看见猎物时的兴奋，翘起嘴角念念有词：来得好，再近一点，就是这样。3、2、1，打！朝旁边的玄策喊了一声，然后搬动扳机，顿时机枪声响了起来，完全盖过门外敌人的呼喊声。机枪的枪口像条火蛇，不停地吐着子弹，带着呼啸声划破空气，朝着横冲直撞的敌人射去。想抢头功的晋花国士兵冲到城门口，连反应都没有就被干掉了，临死都不知道自己是被什么东西打死的，因为冲来的人太多，前面的人倒下，后面的人还没反应过来，本能的继续往前冲，这让苏沐雪跟玄策杀了个痛快。两人高度配合，一人子弹快打完装弹时，另一个人就会全力扫射掩护，两挺机枪相互配合，完全没有停歇的时候。强大的火力让晋花国士兵们根本没有靠近城门的机会。远处指挥的川离宇看不到城门边的情况，只是皱着眉头问：城门那边的人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久都还没攻破？
传令官也不知道那边的情况，只好小跑着找人一级一级地问。城墙上，孙大头等人站在高处，刚好可以看到城门口的景象。众人目瞪口呆地望着靠近城门的敌人，像中邪一般纷纷倒在城门口。没多会儿，城门边就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孙大头合起快要掉下的下巴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城里什么时候买了炮竹了？哎呀，我说大头，你是不是傻呀？你什么时候见过炮竹能一下炸死这么多人呢？既然不是炮竹，那会是什么东西啊？管它是什么东西呢，反正能杀敌人的就是好东西。城下，指挥攻城的川离宇见城门久久攻破不了，城墙又上不去，心中不由开始焦急起来，朝着传令官问：前面还没有消息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据前方的人回话说，阳城关里有一种像炮竹一般的武器，很是厉害，只要炮竹声一响，咱们的士兵就会死一大片。前面指挥的人说，如今我们的人已经折损上万，却连敌国城门口3米位置都进不了，故向将军请示，是战还是退？什么？川离宇听到传令官的话，惊出一身冷汗。他原本以为阳城关只有区5万兵马，自己带领的20万要踏平这儿，简直就是易如反掌。没曾想如今连别人一兵一卒都没伤到，自己反而已经折损了上万人，这如何能不让他心惊啊？他听着刺耳的哒哒声，心中惊慌不已，看了眼城墙上自己这边刚爬上云梯就被砍落的将士们，才这么一会儿，不知又死了多少人。想起来在摄政王面前，他豪言壮语地说一定会拿下阳城关，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打脸。在没有想到对策之前，他们不能再继续了。川离宇果断地举起令旗，鸣金收兵。前面本就在苦苦支撑的锦花国士兵听到鼓声，脸上闪现出劫后余生的光芒，转身就开始往回跑，生怕慢一步就会变成未知名武器手下的亡魂。撤到安全处，川离宇清点剩余人数时，这才发现出战竟然就折损了18400人，心中简直是惊涛骇浪。要是刚刚他鸣金收兵再迟一点，只怕人数还得往上翻。回头望了一眼城墙上欢呼胜利的阳城关将士，川离宇心里真是又惊又疑。这轩辕锦手里到底是什么武器，怎会如此厉害？将军，那阳城关的武器如此厉害，我们还要继续攻城吗？自然是要攻的，但是要换策略才行。川离宇眼中闪过一丝阴冷，他们刚刚攻城之所以失败，是吃了轻敌的亏。原以为20万对5万自己会赢得毫无压力，谁知对手竟然有那种强大的秘密武器。略微想了想，川离宇对手下说道：平谷，你把刚刚在前面攻城的将士喊过来，我要问问他们可有看出那武器的缺点。平谷一郎出去没多久，就领着几个百夫长过来，这些人都是离城门最近的，若不是川离宇鸣金收兵的快，他们也早就成了枪下之魂。川离宇让他们坐下，然后仔细询问当时的情况。几人将当时对战情况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川离宇听完让他们出去，自己坐在帐中不停地思索对策。麻衣良辰，你挑选10名引数最好的人，明日混在登城的队伍中，务必登上阳城关的城墙，然后设法打开城门，放大军进城。是，将军。纯平桑，你明日带人攻城，掩护麻衣他们上城墙。好的，将军。孙锦平，你带人架起投石机，趁麻衣他们攻城的机会，你到时候就用投石机砸毁他们另一边城墙，到时候我再带领大军冲进去。这次无论如何一定要杀了轩辕锦，拿下阳城关。阳城关这边，城里的百姓们知道打了胜仗，也高兴地奔走相告，纷纷赞扬锦王和锦王妃是他们边关的福星。自他们来了以后，这仗打赢了，粮食也种下了，他们的生活就要好起来了。薛羽几人来到刘季家中聚会，花生米就着烧刀子，6人吃得心里美滋滋的。哎呀，俺今日算是彻彻底底的服了锦王了，原本还以为是殊死一搏，
没成想到头来咱们没亡一人，倒杀了晋花国差不多2万人呐！痛快！是的，幸好当初晋王让咱们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离开，不然去哪里找这么有本事的将领啊？其他人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他们当兵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晋王这样用兵如神的将军，难怪他会被叫做战王，真是当之无愧呀。他们心里决定，以后无论怎样都以轩辕锦马首是瞻。其实这就是苏沐雪想要的结果。他故意不让轩辕锦说出自己是不想暴露自己身怀武器的事，就让军营的人以为今天的圣战是轩辕锦策划的好了，这样可以快速让轩辕锦得到边关将士们的拥护，好为以后的铁桶边关打下基础。只要这些将士都认可并拥护轩辕锦，到时候不管是朝廷还是别国，都休想来他们这儿捣乱。翌日，川里鱼再次发起大规模冲锋。苏沐雪听说敌军这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下也顾不得其他，跟着轩辕锦来到了城墙。望着敌军后面的2架高高的木架子，看起来好像他在影视中看过的古代的投石机。你们说的杀伤性武器就是那个？沐雪，我带着将士们在这顶着，你快回城里去组织百姓，带着他们尽快转移吧。晋王妃，我的妻儿就交给你了，麻烦你帮我看好他们，大恩留记，来生再报。其他将士虽然没说话，但脸上此刻也是沉重的表情。苏沐雪又看了一眼那简陋的投石机，面露疑惑地问：这玩意儿有这么厉害？这投石机是一种攻强利器，破坏力极大，咱们这城墙可以抵挡千军万马，却顶不住它几下子。等墙一破，外面那10几万的人马就足以把我们这几万人踩成碎泥。他娘的，这晋花和刘隐国都是岛国，怎么会有投石机这么厉害的东西啊？将军，据属下所知，投石机向来只有贺宇国的匠人才会制作，看来此次进攻我们东离，4国只怕都有参与其中啊。主子，若真是如此，那张老将军驻守的嘉谷关，只怕到时候也免不了一场大战啊。他这话让众位将领都不约而同地沉默下来。你让人赶紧给外祖父那边带信，让他们千万注意贺宇国的动向。玄策立马转身让人去办。苏沐雪看了轩辕锦一眼，原来你外祖父也是镇守边关的将军啊。他们在一起几个月了，他还以为轩辕锦除了皇家那堆不靠谱的亲人，就再没其他亲人了呢。我因为是当今太后养大的，小时候她非常不喜欢我接近外祖父一家，若是我见了他们，回宫后太后总会不高兴。而外祖父一家也知我独自在宫中日子不好过，害怕接近我会引起太后的疑心，导致我小命不保，故而也会故意疏远，好让京中的人放心。所以这些年来，在外人看来，我与外祖一家关系淡漠，简直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听男人讲完，苏沐雪这才知道他从没提起其他亲人的原因，不由得有些心酸。很难想象他小小年纪是怎么在吃人不吐骨头的皇宫里生存下来的。幸好现在来了边关，以后就天高任鸟飞，不用再像京中那般过得谨小慎微了。等打退了晋花和刘盈2国的人，我们一起去看外祖父吧。好，若是这场战争过后我能够活下来，就带你去看外祖父和外祖母他们。放心吧，有我在这里，阎王爷他不敢收你的。轩辕锦闻言笑了，以为苏沐雪只是安慰自己而已，毕竟他那机关枪再好，可也射不到投石机那么远的地方。倒是城墙一破，敌方这么多兵马，就算他们的武器再逆天，也难以回天了。不过他不想扫了苏沐雪的兴，学着戏文里的词，配合地说笑了一句。那小生就多谢苏女侠保护了。苏沐雪哈哈一笑，拍着他的肩膀。好说好说。两人说笑了一会儿，
轩辕锦看了一眼敌人正在往这边移动的队形，又一次提出让苏沐雪带着城中百姓离开。苏沐雪直接拒绝，拿出2把冲锋枪放到男人跟玄策的手里。剑花国里有引术高手，多用探测仪防备他们偷袭，你们只要守好城墙，其他的交给我来。说完转身跑下城墙。主子，王妃有什么法子可以阻挡投石机的吗？轩辕锦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望着女人娇小的身影喊：沐雪，一定要注意安全。苏沐雪伸起手潇洒地挥了挥，表示自己知道，接着身影就消失在城墙的转角处。到了无人的地方，把小七放下来，对他说道：小七，变身，我带你去玩票大的。哎，姐姐，你想用手榴弹去炸投石机是吗？小七心里透着兴奋，作为器灵来说，战争使他兴奋。苏沐雪没想到这小家伙还挺聪明，一下就猜到了自己的想法，不过也没打算瞒着他，反而笑着说道：